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 神啊。那今天啊，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很少見的一隻英雄打這一場比賽。那這次啊，我們打那個英雄是誰？就是我們的風神啊。對，風神這個英雄啊，其實風神這個英雄啊，已經很久沒有見了。而且啊，我們在那個4個月前，大概是差不多3到4個月前，已經打過這個風神一次了。雖然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，但已經跟大家介紹過怎麼打這個風神，或者是怎麼應對這個風神。那今天啊，因為已經多了很多新觀眾嘛，就是相比以前，那今天就會重新跟大家講解一次怎麼應對這個風神。對，那影片開始前啊，也是那句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先訂閱一下，謝謝。那風神之英雄啊，其實啊，我覺得是少數可以從以前那個版本活到現在那個版本。那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如果大家知道的話，其實這個遊戲已經很多舊時代英雄，就是例如說什麼呂布那些啊，那些現在已經沒人會看到，什麼史嘉帝那些。但其實那些英雄啊，在以前那個版本是很強的。但是你很明顯的，因為版本的更迭啊，或者是一些強化或弱化的一些更新啊，已經導致那些英雄已經沒人用了。那但是風神就不同，風神這個英雄我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從以前剛出的版本到現在，他還是很能打的。要我來說的話，基本上他的更新基本上也是就是好像就對他沒什麼大的影響。那我猜測那個原因呢，其實就跟他那個機制有關，因為他的機制就是用那個能量來開一些龍捲風出來，把人捲起，然後就開始他的 combo。那基本上如果官方不把他能量削弱，或者是他的一些龍捲風那個攻擊方式改弱的話，基本上他的那個版本生存下去那個能力啊，也是會一直的延續下去。那另一隻英雄是什麼？那就是我們陰陽師啊。對，陰陽師也是從以前的版本生存到現在這個版本，也是繼續生存下去的。對，那陰陽師也是第二隻。那所以的話，風神的這個英雄啊，就比較罕見一點，就從以前的版本生存到現在的版本這個情況。那但是也是啊，它有一定的門檻啊，它的门檻就不是它的那個什麼很難用、很難練之類的。那它的門檻是着重在這個它那個英雄能力，因為它的用法基本上就很簡單，就等能量，然後把能量變成龍捲風，把人打起來，然後就開始他的那個 combo， 就這麼簡單。基本上你就不用練太多東西。那但是他因為是太依賴這個能量了，所以基本上他很容易被人抓住這個弱點。那弱點是什麼？就是如果你沒能量，基本上對面追着來打的話，你是避不開的。對，那所以的話，很多人都會，哎呦，這邊的話可惜做不到，但是也把它打下去。那但是啊，很多人都會因為那個英雄能力不足，就是可能防禦低啊，或者是這個速度低，而導致避不開其他人的那個追擊。所以的話，為什麼我說風神這個英雄其實蠻吃這個能力，就是這個原因。對，所以的話，我們來到這個第3回合，那很明顯啊，一開始的話，我們的打法就是先騙他一下，就是騙他能量出來，像以前所說，先騙他能量出來。對，那這邊的話，如果抓到了最好了，但是這邊的話要離開。對，這邊的話，因為他的能量已經握了在手啊，我們就不要讓他等來說 OK， 這邊騙了1次，那他的能量應該是可以用2次 ，OK， 可惜。那如果被他打下去的話，他就會有那個存能量的一個時間，那我們就會變得非常之難打。所以的話，我們永遠打風神，先避開能量再說，不然的話我們就打不了。對，這邊的話他應該還有1次能量，那我們就步步為營啊，就不要讓他那個龍捲風捲到，不然的話就非常之辛苦，因為他也是一隻滾雪球英雄，被他打去那個掉区，他就會用那個你回來那個時間存這個能量。對，他現在能量用好了，就不停的把那個遊戲優勢滾起來，所以是非常之麻煩。我們就不要讓他打到去那個掉落區裡面。對，這個是我們要做到的事情啊。不然到你打風神之後，基本上就等於輸了。這邊呢，先騙他能量。哎呦，可以，不錯。
那 SD 它的 SD 也是這個版本蠻強的一招技能了。哎呦，這邊可惜他那個頭盔抓不了他，那我們就要想一點啊，因為我們現在沒反裝了。OK， 這邊的話他換了那個英雄，那很明顯他知道一點，就是我的超雄啊沒有反裝的時候是十分之危險的，那他就會直接換那個比較容易抓人的英雄來抓我。那他這個是明智的選擇啊。OK， 他換回來了。那我的術士衣也存好了，那我們就別怕。那他剛才換這個封神哦，那我們就可以不停的追着他來打。OK， 這邊的他又換走了。那剛才因為為什麼要追着他來打？是因為沒能量封神就像剛才所說了，那個能力比較弱一點。OK， 這邊就抓到。哎呀，這邊可惜啊。其實我應該是用這個 Timekeeper 衣服抓他的，那就直接把他抓死。那但是我好像還沒有那個用 Timekeeper 衣服的那個習慣了，所以的話直接用那個魅魔衣服。OK， 這邊的話我們還有頭盔，要小一點啊。這邊的話抓到 ，OK， 那他應該死了。那就記得訂閱一下，謝謝。